你好，欢迎收听今晚的故事。我们来聊一个你最熟悉的陌生人。你以为蒲松龄是一辈子没考上科举的落魄书生，只会写鬼故事的穷酸文人，一辈子靠着在村口摆茶摊，换过路人的奇闻异事度日，是封建科举制度里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但他用整整50年的光阴死守着儒家读书人的科举理想，却用一支写鬼写狐的笔，把整个科举时代的价值体系捅得千疮百孔。他在世俗的标尺里是一辈子没中过举的失败者，却用400多篇故事成了300多年来无数普通人的精神摆渡人。他从来不是只会写鬼故事的穷酸文人，而是精通农桑医药理曲，把烟火日子过成传奇的民间智者，贯穿他这一生跌宕与矛盾的始终，是那盏在寒夜里既照亮过八股考卷，也照亮过狐鬼书稿的青灯。他为什么连中3元却一生相视落地？他为什么写尽狐鬼却深耕农桑医药？他为什么痛骂科举却至死肯离场？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这盏青灯的微光，走进蒲松龄不为人知的一生。我们要把时钟拨回到公元1640年，明崇祯13年的山东淄川。这一年的齐鲁大地正被双重绝境裹挟着，一边是连绵不绝的蝗灾与旱灾，田地里颗粒无收，恶当遍野；另一边是明末鼎革的烽烟，李自成的起义军纵横中原，关外的清军虎视眈眈，王朝倾覆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顶。就是在这样一个寒意料峭的初夏，蒲家的男婴呱呱坠地，父亲蒲盘为他取名为蒲松龄，字留仙。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屋外是乱世的风声与饥民的哀嚎，屋内一盏昏黄的油灯下，中年得子的蒲盘抱着襁褓里的孩子，眼里既有初为人父的柔软，更有一份藏不住的期许。蒲盘原本也是个饱读诗书的儒生，一心想走科举入仕的路，可考了许多次始终没能如愿，恰逢乱世，只能弃儒从商，靠着精明的头脑做起了生意。几年下来，竟也攒下了一份不小的家业，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富庶人家。可生意做得再大，在那个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时代，没能考中科举始终是蒲盘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这份深埋在心底的执念，最终都化作了对儿子蒲松龄的全部期许，也为他的一生埋下了最核心的伏笔。关于蒲松龄的出身，还有一个流传了一辈子的小插曲。蒲盘在儿子出生的前一夜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梦里一个病体缠身的和尚踉踉跄跄走进了自己的内室，胸口一块铜钱大小的黑痣清晰可见。梦醒之后，儿子正好降生，掀开襁褓一看，婴儿的胸前竟真的有一块一模一样的黑痣。晚年的蒲松龄常常跟人提起这件事，说自己是这个病僧转世，一辈子的困顿潦倒都是前世注定的修行。这份宿命感的种子，从他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悄悄埋下。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家庭氛围，虽然外面是兵荒马乱的乱世，可蒲家的小院里始终有着一份难得的安稳。蒲盘把自己这辈子没能实现的科举理想全都倾注在了儿子身上，亲自担任蒲松龄的启蒙老师，一笔一画教他写字，
一句一句教他读四书五经。而蒲松龄也确实没让父亲失望，他自幼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，过目成诵。几岁大的时候就能出口成章，写出来的文章连当地的老秀才都连连惊叹。这份早慧的天赋让蒲盘喜出望外，却让他更加笃定，儿子必须走上那条他没能走完的科举之路。这份安稳的启蒙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，乱世的烽烟很快就烧到了淄川城外。清军入关之后，一路南下，山东成了战乱的核心地带。烧杀抢掠的兵祸让无数百姓家破人亡，蒲家的家业也在这场战乱里迅速败落。曾经的富庶光景一去不返，只能靠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。10几岁的蒲松龄亲眼看着曾经熟悉的乡邻流离失所，看着官兵与乱兵轮番劫掠，看着底层百姓在乱世里如草芥一般的命运。这段兵荒马乱的乱世见闻像一根针，早早刺破了蒲松龄对太平盛世的幻想，也让他第一次看清了底层百姓的疾苦与无奈。年少的蒲松龄骨子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只会死读圣贤书的书呆子。10几岁的年纪，看到当地的乡绅借着丈量田地的名义盘剥乡里的百姓，他愤而写下一篇影中词，字字句句都在讥讽这些人的贪婪与无耻，把他们的丑恶嘴脸写得入木三分，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。这份藏在骨子里的刚直与悲悯从来都没有变过，哪怕后来他写尽了狐鬼花妖，这份对弱者的共情，对不公的愤怒，始终是他文字里最核心的底色。也是在这段兵荒马乱的日子里，蒲松龄遇见了那个会陪他走完一辈子的女人刘氏。当时清廷正在民间选秀，凡是适龄的女子都有可能被掳入宫中，百姓们人心惶惶，纷纷赶着把女儿嫁出去避祸。刘父为了让女儿躲过这场劫难，在刘氏只有13岁的时候就把她送到了婆家，定下了婚约。等到1658年，蒲松龄18岁，刘氏15岁，两人正式完婚。刘氏是个温柔敦厚、勤劳本分的女子，一辈子不争不抢，默默陪着蒲松龄走过了所有的风雨，成了他寒夜里最安稳的那束暖光。这场始于乱世避祸的婚姻，最终成了蒲松龄困顿一生里最长久的陪伴。婚后的第2年，19岁的蒲松龄迎来了他人生里最高光的时刻。这一年，他要参加科举考试的第1关童试，只有通过了县、府、道3场考试全都合格，才能成为秀才，拿到进入科举考场的入场券。而蒲松龄在这3场考试里交出了一份震惊整个山东文坛的答卷。先是淄川县的县试，他拔得头筹，紧接着济南府的府试，他再次名列第1。最后一场是由山东学政施润章亲自主持的道试，这场考试直接让蒲松龄名震山东。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考场场景，济南府的贡院里鸦雀无声，几百个考生埋头伏案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。19岁的蒲松龄坐在考位上，看着考卷上的题目，完全没有像其他考生一样堆砌圣贤语录，写那些4平8稳的八股文章，而是凭着自己的理解，把那些钻研科举、一心往上爬的读书人的丑态写得淋漓尽致。
主考官施润章是当时文坛赫赫有名的大宗伯。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，眼前一亮，当场提笔写下了批语：观书如阅，运笔如风，有吊臂游行之乐。意思是说，这个年轻人看文章就像看月亮一样通透，写文章运笔就像风一样流畅，字里行间全是从容不迫的洒脱。就这样，19岁的蒲松龄献赋到3试连中第1，拿下了读书人里人人羡慕的小3元。消息传回淄川，整个县城都轰动了，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少年天才未来必定是金榜题名，平步青云蒲家几代人的科举梦就要在他身上实现了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蒲松龄和同乡的好友张笃庆、李尧臣等人结成了影中诗社。几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常常聚在一起，饮酒赋诗，谈古论今，畅想着未来的人生。这段鲜衣怒马的少年时光，是蒲松龄一辈子里最意气风发的日子。那盏照亮了他童年启蒙的青灯，此刻仿佛燃得格外明亮，映照着这个少年眼里的光，也映照着他对未来的无限期许。他以为自己已经一只脚踏进了仕途的大门，以为这条科举之路会像这场童试一样一路坦途。少年得志的蒲松龄以为这是平步青云的起点，却没想到命运早已为他铺好了一条长达50年的坎坷长路。我们把视角拉回到公元1660年，山东淄川的初秋，刚刚拿下3试第1名。震慑齐鲁的蒲松龄正踌躇满志地收拾着行装，准备前往济南府参加他人生中的第1次乡试。这是科举路上最关键的一道门槛，只要考中了举人，才算真正踏入了仕途的大门。在所有人眼里，包括蒲松龄自己都觉得，以他的才华，中举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。此时的他还不知道，这场他志在必得的考试会给他的人生带来第1记沉重的重击。济南贡院的放榜日，人头攒动，挤得水泄不通。蒲松龄挤在人群里，从榜首的名字一路看到了榜尾，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，始终没有找到蒲松龄3个字。前一年还连中3元的少年天才，在这场乡试里名落孙山。我们无法得知他当时站在榜前的具体神情，但我们可以想象那种天塌地陷的落差，前一刻还在云端被众人追捧，下一刻就跌进了尘埃里，连一句辩解的话都无处可说。在后来的文章里，他才写下那些考官只认4平8稳的八股腔调，容不下半分灵动的笔墨，施润章赏识的运笔如风，在别的考官眼里不过是不合规矩的异端。这场意料之外的落地，只是命运给他的第1记重锤，更大的风雨正在家里等着他。蒲松龄兄弟4人，他排行老3，大哥和二哥是父亲的原配妻子所生，只有他和4弟是继室董氏所生。兄弟几人成家之后，一大家子挤在一个院子里过日子，矛盾早就悄悄滋生。2个嫂子本就对董氏心存芥蒂，如今看着蒲松龄科举落地，整日只知道闭门读书不是生产，不能给家里挣来半分收入，心里的怨气更是越积越深。
他们觉得婆婆懂事偏心，偏着自己的2个儿子，偏着那个只会读书的3儿媳刘氏。平日里的口角纷争从来就没有断过。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家庭氛围，原本就不算宽裕的家境，要养活一大家子。老老少少柴米油盐的琐碎，最容易磨掉人心底的温情。嫂子们指桑骂槐的闲话，妯娌之间针尖对麦芒的争执，兄弟之间渐渐生分的隔阂，像一张网把蒲松龄困在了中间。他是个读圣贤书的儒生，拉不下脸去和兄嫂争吵，只能一次次劝着温柔隐忍的妻子刘氏，让她多担待，少计较。可他的退让并没有换来家庭的和睦，反而让矛盾愈演愈烈。妯娌间的口角纷争最终演变成了兄弟间的彻底决裂。一场分家把蒲松龄从云端彻底拽进了泥里。康熙3年，公元1664年，25岁的蒲松龄经历了人生中最狼狈的一场分家。兄嫂们早就把家里的良田、好屋、值钱的家产都偷偷攥在了手里，分家的公堂上更是吵得不可开交，寸步不让。最终，蒲松龄只分到了3样东西：20亩薄田、3间农场里破破烂烂连门窗都没有的老屋，还有寥寥无几的粮食。分家之后，他连个能安稳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只能找些破木板和茅草，勉强把老屋的门窗堵上，才算有了个家。这场分家彻底打碎了蒲松龄安稳的生活，也让他第一次直面生存的绝境。偏偏分家之后，淄川又遇上了连年的灾荒，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，连填饱肚子都成了难事。最窘迫的时候，他连写文章用的笔墨纸砚都买不起，只能靠着亲友的接济勉强度日。曾经名震山东的少年天才，转眼就成了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落魄书生。这种落差足以压垮一个人的意志。可就算身处这样的绝境，蒲松龄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手里的书，没有放弃过科举的执念。分家之后的10几年里，他24岁、30岁、33岁、39岁，接连4次乡试落地，一次次满怀希望的去，又一次次失魂落魄的归，每一次落地都是对他尊严的一次践踏，每一次失败都让他离年少时的理想更远一步。可他就像着了魔一样，哪怕撞得头破血流，也始终不肯回头。生存的重压终究还是逼得他放下了读书人的身段。26岁这年，蒲松龄做出了人生里一个重要的决定，离开家乡去给人家做塾师，靠教书挣来的束修养活一家老小。这是他第一次彻底走出了书斋，走进了最真实的民间烟火里。他不再是那个只读4书5经的书生，每天要教村里的孩子读书写字，要处理乡里的家长里短，要为了几两碎银奔波在乡野之间。这份看似卑微的塾师生涯，让他看清了底层百姓的生活百态，也让他接触到了更多藏在乡野间的奇闻异事。日子过得再难，蒲松龄也始终保留着一份独属于自己的浪漫。他酒量极小，喝上几杯就会醉，却偏偏爱在夜里读书写作时温上一小杯酒，浅酌几口祝文思，常常喝到微醺，对着一盏青灯吟诵诗句，忘了夜已经深了。平日里乡里乡亲有什么难处，他也从来不会推辞。
谁家要写家书立契约，谁家要写诉状，你祭文只要找到他，他都会放下手里的事，认认真真地帮忙代写，从来不计较酬劳。就是在这样一边为生计奔波，一边为科举煎熬的日子里，蒲松龄心里的那颗种子悄悄发了芽。科场的失意，生活的困顿，世道的不公，百姓的疾苦，所有的委屈、愤恨、不甘都堵在他的心里，无处诉说。他开始留意那些乡野间流传的奇闻异事，听过路人讲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，然后在夜里点起一盏昏黄的青灯，把这些故事一一写下来。他写那些敢爱敢恨的狐女，写那些重情重义的鬼魂，写那些科举场上的龌龊，写那些人世间的不公，把自己满腔的孤愤全都藏进了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里。《聊斋志异》的创作萌芽，就在这寒夜里的一盏青灯下悄然破土。短暂的窘迫安稳过后，更大的人生转折正在不远处等着他。他不会想到，一场千里之外的邀约会让他彻底跳出眼前的方寸之地，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生活的重击没有压垮蒲松龄，却把他推向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传统儒生的道路。而一场江南之行将彻底改写他的人生轨迹。我们要把时钟拨回到公元1670年，康熙9年的初秋，此时的蒲松龄已经在科举的泥潭里挣扎了整整10年。10年间，他一次次走进乡试考场，又一次次铩羽而归，一边靠着熟识的微薄收入勉强养家，一边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守着那点不肯熄灭的科举执念。就在他被生计与理想的双重拉扯磨得心力交瘁的时候，一封来自千里之外的书信递到了他的手里。写信的人是他的同义好友，新上任的江苏宝应县令孙慧。孙慧早就见识过蒲松龄的文采，此番南下为官，急需一个信得过、文笔好的幕僚帮他处理文书政务，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。这封邀约成了蒲松龄人生里最重要的一道岔路口。在此之前，他的人生轨迹从未离开过淄川方圆100里的土地，他的世界里只有4书5经、8股考卷，还有眼前的柴米油盐。而这一次，他要跨过黄河，越过长江，去往千里之外的江南水乡，去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他犹豫过，放心不下家里的妻儿，放不下即将到来的乡试，可最终他还是收拾好简单的行囊，告别家人，踏上了南下的路途。一路南下的风尘不仅磨破了他的布鞋，更一点点打破了他坚守了10几年的认知。他亲眼看见黄河两岸的灾民流离失所，卖儿斥女，可官府的苛捐杂税却一分都不肯少。他亲眼看见运河边上的漕运官吏中饱私囊，盘剥百姓，把本该疏通河道的钱粮全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。他亲眼看见那些读着圣贤书的官员，嘴里说着爱民如子，背地里却干着鱼肉乡里的勾当。曾经只在书里读到的世道不公，此刻就赤裸裸地铺展在他的眼前，一字一句都比考卷上的8股文更让他刻骨铭心。我们无法得知他第一次踏上江南土地时的心情，但我们可以想象，一个在北方乡野长大的书生，第一次看见水乡的乌篷船、青石板路，眼里的新奇与触动。
可这份新奇很快就被现实的沉重击碎了。宝应地处淮河下游，连年水患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孙慧上任的时候，正是灾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既要应对上级的催缴，又要安抚受灾的百姓，还要处理公务上的千头万绪。蒲松龄作为幕僚，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政务。他帮孙慧代写呈给上级的公文，字字句句都在为灾民请命。他跟着孙慧走遍了受灾的村落，亲眼看着百姓在洪水里挣扎求生。他帮着处理民间的诉讼纠纷，看清了底层百姓有冤无处诉的无奈，也看清了官场体系里哪怕是一心为民的好官，也处处受制，寸步难行的窘迫。在宝应的日日夜夜，蒲松龄就坐在县衙的书案前，点着一盏昏黄的青灯，处理着一摞摞的公文。白天他看见的是百姓的疾苦，官场的黑暗；夜里他对着青灯，脑子里全是那些无处诉说的委屈、愤懑与不甘。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信奉的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儒家理想。可现实却告诉他，这套理想在腐朽的官场体系里不堪一击。他曾经以为，只要自己考中科举，当了官，就能改变这一切。可现在他才明白，就算中了举，当了官，要么同流合污，要么就只能像孙慧一样，在夹缝里艰难求生，连自己都护不住，更别说护佑百姓。这份认知上的彻底颠覆，让蒲松龄完成了人生里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质变。他不再是那个只盯着科举考卷的少年书生，他的目光从庙堂之上落到了江湖之远，从圣贤语录落到了人间烟火。也是在这盏江南的青灯下，蒲松龄正式开启了《聊斋志异》的系统创作。他不再是随手记下几个听来的奇闻异事，而是开始有意识地把满腔的孤愤，把自己对世道的观察，对人性的理解，全都融进了这些狐鬼花妖的故事里。他写聂小倩，写两个女子跨越生死的深情，写人性里的真诚与虚伪。他写夜叉国，借一个与世隔绝的异域世界，反讽人世间的功名利禄。他写那些科举场上屡试不中的书生，写他们的委屈与不甘，写考官的昏庸与浅薄，字字句句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。他在故事里写仕途黑暗，公道不彰，非绣金书币，不能自达于圣明。这句话是他对着整个科举制度最锋利的一声质问，也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彻底确立了孤愤著书的创作理念。他手里的那支笔不再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工具，而成了他对抗这个不公世道的武器。南游的日子只有短短1年，孙慧多次想要举荐他留在官场，给他铺一条科举之外的捷径。可蒲松龄最终还是选择了辞墓归乡。他看清了官场的黑暗，也知道自己骨子里的刚直根本融不进那个尔虞我诈的圈子。他宁愿回到乡野之间，守着一间书屋，一盏青灯，一边教书谋生，一边写自己的故事。归乡之后，蒲松龄依旧没有放弃科举，可他的人生已经彻底走出了2条完全不同的轨道。一条是世俗眼里的正途，年复一年的乡试备考，一次次撞向南墙；
另一条是不被世俗认可的歧路，在青灯下写尽狐鬼万象，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千年的文学史里。康熙18年，公元1679年，40岁的蒲松龄收到了同意名门毕加的邀约，请他去毕加做塾师，教毕加的子弟读书。毕加的家主毕继友曾经做过江南通州的知州，致仕归乡之后，在淄川建了一座绰然堂，家里藏着万卷诗书，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。毕继又十分赏识蒲松龄的才华，不仅给了他丰厚的束修，还给了他最大的尊重与自由。蒲松龄在毕加不仅有了安稳的生计，更有了专门的书屋，有了读不尽的藏书，还有一个安稳的创作环境。毕继友从来不会干涉蒲松龄写那些不务正业的狐鬼故事，甚至还会主动给他讲自己听过的奇闻异事，亲自写下2篇故事收入《聊斋志异》之中。也是在毕加的绰然堂里，蒲松龄的创作进入了巅峰期。他白天教毕加的子弟读书，夜里就点起一盏青灯，铺开稿纸，把听来的、见过的、想到的故事一一写下来。好友张笃庆多次写诗劝他，让他放弃这些旁门左道的志怪创作，专心备考科举，不要耽误了自己的前程。可蒲松龄只是笑着婉言谢绝，依旧在青灯下一笔一画地写着自己的狐鬼故事。他对蝴蝶有着近乎偏执的偏爱，诗文中无数次以蝶自喻，写那些破茧而出的蝴蝶，写它们在花间飞舞的自由，就像他笔下的那些挣脱了世俗束缚的狐女，在故事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日子一年年过去，他的头发渐渐白了，脸上也多了风霜的痕迹。他依旧一次次走进乡试的考场，也依旧在夜里守着那盏青灯续写《聊斋志异》的故事。康熙29年，公元1690年，蒲松龄50岁。这一年，他已经在毕加做馆整整11年，《聊斋志异》400多篇故事的主体创作已经全部完成。这部在世俗眼里不登大雅之堂的志怪小说，已经在山东的文人圈里悄悄流传，无数人辗转抄录，只为一睹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。半生的科举挣扎，半生的孤愤著书，都在这一年完成了最初的闭环。他在世俗的科举路上走得跌跌撞撞，头破血流。可在文学的世界里，他已经建起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无人能及的宫殿。人到中年的蒲松龄已经写出了名传后世的《聊斋志异》，但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八股文，而命运的终极考验才刚刚开始。我们把视角拉回到公元1690年，康熙29年的济南府，初秋的风已经带上了北方的凉意，贡院的朱红大门缓缓打开。50岁的蒲松龄夹在一群年轻的考生中间，再一次走进了这座他进进出出了30多年的考场。他的头发已经染上了白霜，脸上刻满了岁月的风霜，可手里攥着的笔墨，怀里揣着的科举理想，依旧和19岁那年连中3元时一样滚烫。此时的他还不知道，这场他寄予了全部希望的考试，会给他带来这辈子最沉重、最彻底的一次打击。
考场里的青灯一盏盏亮起，映照着考生们伏案的身影。蒲松龄铺开考卷，看着题目比走龙蛇，把自己一辈子的才学与抱负全都倾注在了笔墨之间。他写得太投入，太酣畅淋漓，写完一页之后，竟忘了科举考场最严苛的规矩，直接翻过了一页，超出了规定的卷面格子，犯下了考场里最忌讳的乐服之罪。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按照大清科举的规矩，乐服者直接处落，不管文章写得再好，都没有任何转来的余地。放榜的那天，蒲松龄再一次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遍了每一个角落，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。他甚至连考官的评语都没有等到，只等到了冷冰冰的3个字，因乐服处落。我们无法得知他走出贡院时的脚步有多沉重，也无法得知他在回淄川的路上看着路边的秋草，心里是怎样的翻江倒海。他在事后写下的词里说：得意即书，回头大错，此况何如？觉千瓢冷汗沾衣，一缕魂飞出，舍痛养全无。半辈子的执念，一辈子的坚守，最终却毁在了一个无心的失误里。这种绝望足以把一个人的精神彻底击垮。这场打击之后，蒲松龄一病不起，在床上躺了整整几个月，精神濒临崩溃。他躺在病榻上，看着窗外的树影，脑子里一遍遍回放着自己30多年的科举路，19岁连中3元的意气风发，一次次落地的失意落寞。为了备考熬过的无数个长夜，为了生计奔波的无数个日夜，他教过的学生一个个都考中了举人，有的甚至已经当了官。可他这个老师却始终被挡在乡试的大门之外，乡里人的闲言碎语，世俗里的异样眼光，像一根根针扎在他的心上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科举的重创还没平复，家里的变故又接踵而至。相伴半生的妻子刘氏患上了严重的肺病，整日咳嗽不止，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，求医问药需要大笔的银钱。几个子女渐渐长大，婚嫁娶嫁，养家糊口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。他一边要在毕家教书，挣来一家人的生计，一边要照顾重病的妻子，一边还要承受着科举落地的精神打击。人生的至暗时刻莫过于此。可就算身处这样的绝境，那盏寒夜里的青灯始终没有熄灭。白天他要应付教书的差事，处理家里的琐事，到了夜里，等所有人都睡下了，他依旧会点起一盏青灯，铺开稿纸，继续修订《聊斋志异》的故事。这部他写了半辈子的书，已经在整个山东文坛流传开来，无数文人墨客辗转抄录，只为一睹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。就连当时的文坛领袖，官至刑部尚书的王士祯，都读到了《聊斋志异》的抄本，对这本书赞不绝口，亲自为这本书题诗，甚至托人找到蒲松龄，愿意出重金买下这本书的手稿。所有人都觉得这是蒲松龄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能得到王士祯的赏识，别说科举入仕，就算是靠着这本书也能名扬天下，衣食无忧。可蒲松龄却婉言谢绝了王士祯的重金邀约。在他心里，
聊斋志异》从来都不是用来换取名利的商品，而是他半辈子的孤愤，一辈子的心血，是他在寒夜里为自己、为无数和他一样的普通人点亮的一盏灯。他可以接受自己科举落地，接受自己一辈子穷困潦倒，却绝不会把自己的灵魂拿去换取功名利禄。这份坚守在世俗的眼里，却是彻头彻尾的不务正业。身边的亲友一次次劝他，让他放弃这些旁门左道的志怪故事，专心备考科举，不要再浪费自己的才华。主流的文人圈里也有不少人非议他，说一个饱读圣贤书的儒生，整天写些神神叨叨的狐鬼故事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一边是世俗的非议与不解，一边是自己内心的坚守与热爱，一边是坚守了半辈子的科举执念，一边是已经融进骨血的创作理想。两种力量在他的心里反复拉扯撕裂，让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心矛盾里。他在《聊斋志异》里写尽了科举制度的黑暗与荒唐，写尽了考官的昏庸无能，写尽了读书人的委屈与不甘。可现实里，他却一次次走进科举考场，至死都不肯离开这条他自己骂了一辈子的路。他痛骂科举，却又放不下科举。他不屑于世俗的功名利禄，却又一辈子都在为了一个举人的名头撞得头破血流。这份极致的矛盾，就是他这辈子最核心的宿命，也是那个时代里所有被科举制度裹挟的读书人共同的悲剧。康熙41年，公元1702年，63岁的蒲松龄最后一次走进了乡试的考场。这一次，他依旧没能如愿。走出贡院的那一刻，他看着天边的夕阳，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半辈子的执念，40多年的挣扎，在这一刻终于慢慢放下了。他终于和自己和解了，他不再执着于金榜题名的世俗圆满，不再在意别人眼里的成功与失败。他这辈子对得起圣贤书，对得起自己的内心，对得起那些在寒夜里陪着他的一盏青灯，就够了。放下科举执念的蒲松龄反而挣脱了世俗的枷锁，把自己的目光彻底投向了身边的烟火人间。他不再只写狐鬼故事，而是开始沉下心来，为乡里的百姓写那些真正有用的东西。他把自己一辈子积累的农商知识整理成了《农桑经》，教百姓们怎么种地，怎么养蚕，怎么应对灾荒，怎么提高收成。他把自己收集的民间偏方、治病良方整理成了药碎书，都是些便宜易得、简单有效的药方，专门给那些没钱请大夫的穷苦百姓用，免费在乡里流传。他不再是那个一心想入仕的儒生，而是成了一个扎根乡野、为百姓发声的民间智者。半生的拉扯与挣扎过后，他终于活成了自己故事里那些通透洒脱的模样。当蒲松龄放下了科举的执念，他反而挣脱了世俗的枷锁，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活成了比金榜题名更辽阔的模样。我们把时钟拨回到公元1709年，康熙48年的岁末，70岁的蒲松龄收拾好自己在毕家绰然堂里的书籍与手稿，向相伴了30年的毕家郑重地行了一礼。30年的熟师生涯，他在这里教出了无数的学生，在这里写下了《聊斋志异》的大部分故事，在这里熬过了无数个有青灯相伴的长夜。
如今，他终于要结束这份奔波了一辈子的差事，辞杖归家，回到自己的蒲家庄安度晚年。回到家乡的蒲松龄，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。他不用再为了生计奔波，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，每天守着自己的书屋，陪着相伴了一辈子的妻子刘氏，看看书，写写字，和乡里的老友聊聊天，日子过得简单而踏实。康熙50年，公元1711年，71岁的蒲松龄按照朝廷的规矩原例，成为了岁贡生，这个迟来了一辈子的科举名头，在他放下执念之后，终于落到了他的头上。看着那张官府送来的文书，蒲松龄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半分的欣喜，也没有半分的遗憾。这个他追逐了一辈子的东西，到了晚年，终于成了他人生里最无关紧要的一件事。晚年的蒲松龄依旧没有放下手里的笔，他把《聊斋志异》的全稿拿出来，一遍又一遍地修订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打磨，哪怕是一个标点，一个用词都要反复斟酌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把自己一辈子对民间疾苦的观察，对市井生活的理解，写成了14首通俗易懂的离曲。其中最有名的墙头记写尽了子女不孝的世态炎凉，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哪怕是不识字的百姓都能哼上几句。他还写了日用俗字，把老百姓日常生活里常用的字编成了通俗易懂的歌谣。教乡里的孩子认字读书，他的笔不再只为自己的孤愤而写，更是为了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而写。他一辈子都改不掉的习惯是每天清晨都要走到村子旁边的柳泉边，亲手沏上一壶泉水，煮上一壶清茶。当年那个靠着一碗清茶换过路人一肚子奇闻异事的书生，如今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但柳泉的水依旧甘甜，他心里的那份温柔与悲悯依旧没有变过。乡里遇上灾荒，百姓颗粒无收，官府却依旧催缴赋税。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，提笔写下赈灾策论，一次次向官府谏言，为百姓发声，求官府减免赋税，开仓放粮。哪怕到了晚年，他依旧是那个见不得百姓受苦，容不下世间不公的蒲松龄。安稳的晚年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康熙54年，公元1715年的正月，74岁的刘氏终究还是没能熬过这个冬天，在相伴了蒲松龄56年之后撒手人寰。这场突如其来的离别给了蒲松龄最沉重的一击。56年的风雨同舟，56年的相濡以沫，刘氏陪着他从意气风发的少年走到了白发苍苍的晚年，陪着他熬过了无数个穷困潦倒的日夜，陪着他走过了科举路上的一次次失意，从来没有过半句怨言。他是他的寒夜里最暖的光，是他困顿一生里最安稳的港湾。妻子走后，蒲松龄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，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妻子的灵位前，一坐就是大半天，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悼亡诗，字里行间全是化不开的思念。他在诗里写：56年琴瑟好，不图此夕顿纷飞。一辈子的相伴，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。也是在这段日子里，他对生死有了最通透的感悟。
他写了一辈子的鬼故事，写了一辈子的生死离别，到了自己面对的时候，反而多了一份从容与坦然。他知道自己这辈子的路也快要走到头了。公元1715年，康熙54年的正月22，一个飘着小雪的清晨，蒲松龄的儿女们推开书屋的门，看见老人端坐在窗边的书案前，手里还握着笔，面前铺着还没写完的书稿，人已经没了气息。他就那样倚着窗，伴着一盏燃尽了油的青灯，走完了自己75年的人生。他一辈子都在写狐鬼花妖的故事，最终也像自己故事里的那些人物一样，在笔墨书香里安然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蒲松龄去世的时候，《聊斋志异》还只是靠着民间的抄本流传，没有正式刊印。可他不会想到，在他去世之后，这本书会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大江南北，甚至传到了海外。几百年来，无数人读着他的故事，为那些敢爱敢恨的狐女落泪，为那些怀才不遇的书生不平，为那些人世间的不公愤懑。他成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，成了千古流传的短篇小说之王。他这辈子在世俗的科举考卷上屡屡落地，一辈子都没能考中一个举人，没能实现年少时平步青云的理想。在那个时代的标尺里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可在历史的考卷上，他用一支笔写下了满分的答案。他用400多篇故事穿透了300年的时光，直到今天，依旧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字里的温度与力量。故事讲到这里，我们终于读懂了蒲松龄。他不是潦倒失意的穷书生，而是用一支笔穿越寒夜，为无数普通人点亮心灯的精神勇者。好了，夜色已深，愿你在迷茫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青灯，守得住初心，见得到光明。晚安。